你好，我是夏冬，欢迎来到论证与说服50讲。什么是论证呢？论证 argumentation， 中文里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讲道理或者说说理。论证呢，就是你有一个主张、一个看法、一个观点，你希望别人认同你，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去说服别人认同你的主张和看法。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主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关心食品安全的公民，你主张反对转基因食品，或者说你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你主张集团公司今年应当为你所在的部门加大预算，或者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主张天使投资人应当为你的项目投资，等等等等。无论你身居何位，你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主张。但是你的这些主张怎么样让别人接受认可呢？你不能把你的主张写成标语印在自己的 T 恤上反对转基因或者加大预算给我打钱，这没啥说服力这顶多就是行为艺术要想别人认可你的主张，你必须提供论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理由。你说你反对转基因或者加大预算，你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认不认同你的这个主张，要看你给出的理由有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你做论证。再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中要做论证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做论证呢？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不需要做论证。第一种是你拥有绝对的权利， power 是绝对的权利，你不需要别人接受你讲的道理，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你直接下命令。第二种不需要做论证的人呢，就是完全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 rights，主人让你干什么呢？你只需要回答 yes sir 就好了，你没有任何空间去论证说，主人，我觉得相比于往东走往西走这套方案可能更好哦。你说不着，没你说话的机会，让你往东就往东。那有人说你说的对，我就是手中有权力的人，我就不需要做论证比如说我是公司里面的一个领导我命令我的下属去工作，我不用说服他，因为如果他不听的话，我可以解雇他。确实你可以命令你的下属去做事儿，但是我们想想既然公司领导可以直接用行政命令命令下属干活，那公司为什么还要讲企业文化，要讲价值理念，要讲员工关怀呢？既然领导可以令行禁止，可以通过解雇来要挟下属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领导力这样一门学问或者技艺呢？那就是因为人不是机器，你单纯通过行政指令命令员工去干活人家可能口服心不服，不认可你的这个指示，他就会磨洋工，做事效率不高。所以即便你是手中有权力的人，你也需要论证说服你的下属，让他服你，让他接受认可你给他的主张，让他真心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他才能真正按照你的主张去认真做事儿。所以即便你手中有权力，你也需要做论证。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不需要做论证的两种人呢，也就是拥有绝对权利和完全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已经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了。但凡一个人具有一点点的主体性，一点点可以自我支配的权利，你想要让他怎么做，就需要通过做论证的方式来说服他。即便是一个家长在教导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要少刷短视频多学习，这也是在做论证，因为你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孩子，让他心甘情愿的去读书学习，而不是迫于家长的武力去假装学习，那这也没学进去对不对？只要是一个人，哪怕是未成年人，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想要让具有主体性的人按照你的主张去做事儿，你就需要做论证。这就好像现代国家即便掌握了像军队、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器他在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还是需要让民众认可这项政策的，而不是说你们就照着我说的去做，要不然把你们都抓起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说，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关键词是合法，而合法性是需要论证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一书中说论证是城邦中任何一个自由的公民所需要的技艺。如果你不需要论证的技艺，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自由民。所以论证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公民之间的沟通方式。绝对的主人和绝对的奴隶是不需要做论证的。除此以外，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所有人都需要学会做论证，与别人沟通，让别人理解认可自己的看法。刚刚这个说了有点宏大，好像这个做论证呢是政治家和企业家才会用到的技艺并不是的。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有一种主张或者看法，想要让别人认可，其实都是在做论证。比如说我们看以下的对话，小明说，今晚我们下馆子吃饭吧，我想吃火锅。小红说，火锅多不健康我想吃沙拉。你看，小明和小红各自都有各自的主张，一个主张吃火锅，一个主张吃沙拉。但小红呢，其实是在用做论证的方式说服小明改变主意去吃沙拉小红给的理由是火锅不健康或者说火锅不如沙拉健康。他这里呢还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身体健康是值得追求的我们换个形式化的表达就一目了然了。
前提一是身体健康是值得追求的，前提二是吃沙拉比吃火锅更健康，因此得出结论，应当吃沙拉而不是火锅。论证完毕当然这只是很简单的论证的例子你如果是小明的话，你可能无所谓是吃火锅还是吃沙拉。但是呢，如果碰到一些相对重要的事情，论证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比如说你面向导师进行论文答辩，比如说你面向老板做述职报告，比如说你面向客户提供你的策划方案等等等等。其实论证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普遍到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是随时都在做论证，却日用而不知。一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以说服别人为目的的行动，都是在做论证。父母教导孩子少刷短视频，是向孩子做论证；作者写一篇文章，是向读者做论证；生意人吆喝买卖，是向消费者做论证。包括我现在向屏幕前的你介绍这门论证的技艺是值得学习的，也是在向潜在的付费用户做论证。只要人有语言，只要人与人之间需要打交道，人天生就是一种做论证的动物。人天生就会做论证但是论证成为一门运用娴熟的技艺，还是需要刻意学习的。就像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多数情况都是符合逻辑的，但你不能因此就说你懂逻辑学，对不对？同理呢，论证是需要学习的一门单独的技艺，它还不单单是和你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是重合的并不是说你的知识水平越高你说服别人的能力就越强或者说你的工作能力特别强，你提交的方案就一定会受到领导的认可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好像一个科研水平很高的科学家，他写的科普书并不一定就是受读者欢迎的书科研水平更多代表了你的知识水平，但写书写得让人爱看，这就是论证的技艺了。所以论证的技艺呢，是一门单独的学问，是需要专门学习的，这就是我们开设这门论证与说服课程的原因。好，吆喝完我们这门论证课是值得学习的以后，有朋友可能会问就是你开设的这门论证课和市面上已经有的很多的那些教演讲与口才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门论证课会交付什么。为了回答我们这门论证课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采取这个论证策略就是先说我们这门课不是什么，通过回答不是什么来回答是什么。首先，我们这门论证课不是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教程。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说是教别人做论证的书籍和课程你打开一看，几乎都只是在教逻辑学，然后再加一些批判性思维什么演绎法、什么三段论、什么归纳法，以及这个谬误那个偏误搞得大家学了很多逻辑学的知识，甚至都能写分析哲学的论文但却还是不会做论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忘了论证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写论文，而是为了说服他人。举个例子你想要向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做论证，说你应当把收入存起来，而不要把挣到的钱都用于个人消费你跟他又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一、结论二非常雄辩，逻辑上无懈可击什么思维导图、什么 PPT 都用上了你觉得对方只要是个有理性的人，没有任何理由不照着你这个论证去行动，但是人家就是不听。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太常见了，对吧？你觉得自己这个主张太有道理、太有逻辑、太有理性了，但对方就是不认可。其实逻辑的力量用来写论文可以，用来说服一个具体的人去行动并不够。要知道这个论证它不是做给上帝看的，它也不是你自己躲在自家小房间里面进行的独白论证是与他人的对话，是要改变他人的想法，影响他人的行动的，尤其是你要改变和影响的那个特定的他人因此呢，你必然要考虑到那个你要改变和影响的那个特定的他人，他是怎么想的，他能接受什么，他不能接受什么，他的认知处境如何，你要因人而异的为那个特定的他人去定制你特定的论据，选取你特定的论证修辞一个论证是不是好论证并不取决于，或者并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理性是否避免了各种逻辑谬误和认知偏误，而取决于它是否成功的说服了那个你想说服的那个或者那些他人。什么是好论证？能够说服他人的论证就是好论证。好，那么下面问题就来了，有人因此就问那这是不是说这个论证就是修辞术呢？什么是修辞术呢？这个修辞术或者叫做修辞学 rhetoric， 简单说就是说服术。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对这个修辞术有过特别贬低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柏拉图意义上的修辞术就是用话术来忽悠别人、PUA 别人只要为了能够说服别人，各种心理学的小技巧、语言修辞的小招数都用上用柏拉图的说法来说就是求胜不求真只要为了能说服他人而不求给出的理由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一种诡辩术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完全可以用假话来说服别人你因此就是不讲道理，只讲修辞那有人就可能会站在和柏拉图相同的立场上，
就问啊，你开设的这个论证与说服课是不是就教这种忽悠别人的修辞术呢？我们说啊，我们这门论证课也不是这个，我们的这门论证课啊，它也不是这种柏拉图意义上的修辞术。咱们这门论证课啊，它不是教大家怎么样去 PUA 别人啊，好像这个市面上确实有不少教大家怎么去忽悠别人的课啊，但咱们不是这个啊。确实呢，我们认为啊，论证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我们也认为单凭花言巧语也是说服不了他人的。说服他人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讲道理。道理啊，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啊，除了纯粹的暴力之外，最能有效影响他人的方式。只不过呢，我们并不认为在人与人交往中的道理啊，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硬邦邦、冷冰冰、高悬于天上的数学真理、上帝式的真理。我们在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啊，讲求的是一种属人的道理。这种属人的道理啊，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人性的因素、人类偏好的因素。同样的柏拉图式的道理啊，拉到地上用这种方式说，可能就没人愿意听；如果换做其他一种方式，可能就更容易被人接受了。我们还是拿写科普书打比方啊，就是如果你写一本科普书啊，那纯粹的花言巧语甚至是胡言乱语啊，在知识上都是有错误有硬伤的，那这本科普书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论证。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是做好论证的必要条件，你的论证不能不符合逻辑，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仅仅是符合逻辑啊，这本书啊也并不一定有人爱看。你的这本书要写得好看，写得让人愿意接受，写得引人入胜，你就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认知处境和心理偏好，这就是修辞学的作用了。所以呢，我们这门论证课呢，它既不单单是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也不单单是修辞学，那它是什么呢？是逻辑学和修辞学的有机统一。我们会讲授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啊，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学逻辑学而学逻辑学啊，我们是为了说服他人而学逻辑学。因此呢，我们这门课也会讲授修辞学和认知心理学，最终呢，还是为了实现我们所定义的论证啊。我们再说一遍啊，论证的定义是，论证就是通过讲道理的方式，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论据和理由，从而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好，说完我们这门论证课不是什么和是什么，我就需要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接下来我得论证一下，为什么这门论证课由我来讲。谁合适来讲一门论证课呢？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专门的论证家，这个大学里面呢也没有论证这门专业啊。但是呢，如果非要找一类人啊，说他们是最擅长做论证的，应该是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最重要的区别啊，就是哲学家不用做实验，哲学家做哲学呢都是靠逻辑推理来做论证，论证呢就是哲学家的看家武器。而我呢就是学哲学的啊，我的学业背景是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啊，尤其呢最近这些年我从事的工作啊，也是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哲学内容的视频媒体。我在互联网上呢做了一档名叫大问题 Dialectic 的哲学论辩节目啊，这个节目形式呢就是一个大问题的议题啊，比如说道德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上帝存在的证明与反驳，比如说电车难题等等等等这样的哲学大问题啊，然后呢不同的哲学家对此发言来论证他们的观点啊，当然都是我作为主持人通过第三人称来口述哲学家的论证啊。大问题这档节目呢是面向非哲学专业的观众的，因此呢我就有个重要的工作啊，就是要把哲学家的虽然符合逻辑但非常晦涩难懂的论证翻译成非专业观众能够听懂可以接受并且觉得有意思的论证。很多观众朋友看了我们的大问题节目啊，都反馈说啊，就是关于同一个大问题听了3种不兼容的回答啊。第一个哲学家的言论啊，就比如说康德的言论，感觉很有道理，感觉自己被说服了。然后轮到黑格尔发言了啊，黑格尔是反对康德的看法的，感觉又被黑格尔说服了。然后呢，维特根斯坦是前面2种看法都反对的啊，同样的又觉得自己被维特根斯坦说服了。我看了这期节目以后，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墙头草啊。其实在阐述每个哲学家观点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论证的技艺，尽量让每个哲学家的发言都足够有道理、有意思，能够说服人。只不过呢，大问题节目啊，它并不是专门教授论证的技艺的，而更多是展示哲学家们的论证的功夫的。这就好比呢，大问题节目啊是一场武林大会，各路哲学家相当于武林高手在武林大会里面比武过招，这是一场体育综艺节目，它并不专门教授武功啊。那你作为观众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这些武林高手的一招一式，那就来咱们这个论证与说服的课程里面来学吧。顺带一提啊，在座如果有了解一点哲学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啊，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一类收钱教课的知识付费课程，教的就是论证与说服啊，就是有一帮被称为智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教授的啊。这帮哲学家也就是人类教师这个职业的祖师爷。论证与说服这门课呢，也是我这个自媒体人出道这么些年开设的第一门付费课程啊。我今天呢也算是步了咱们祖师爷的后尘，传授智者之术。
好，说到最后呢，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套论证与说服课的课程规划，说一下我们的课程表是长啥样的。既然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们这门论证课会教授大家武林高手们的武功招式，所以呢，我们学习这门论证与说服的课程就要像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修炼一套绝世武功一样，学习论证与说服就是修炼一门功夫。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学习任何知识和技艺的时候都要有这股修炼绝世武功的中二劲头，就是师傅，我想学这一招，就要这么中二，就要这么幼稚我们约好了，我们学习论证这门功夫的时候都要自称为论道者，不要觉得羞耻学习就要这么中二才有意思，才更能学得进去。所以各位论道者们，本课程的规划是这样的，我们修炼论证这套功夫呢，分为修炼内功心法和练习外功招式两个部分。内功心法就是指说服自己，就是我们先闭关修炼，关起门来清晰思考，得出我们自己最为认可的主张和结论，先说服自己。这个论证的内功心法部分就是说这个论证这门武功有不以他人的认知处境为转移的标准教程，这一部分呢不需要与他人切磋我们自己闭关修行就能练成，这一部分对应了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学习。然后呢，我们再打开门来进行外功招式的修炼，就是把我们这套自己认真思考以后已经被自己认可的方案和结论拿出去，去和别人切磋过招，去说服别人。不同于不以他人认知处境为转移的内功心法这个论证的外功招式呢，则是高度依赖于他人的认知处境的，因而我们就需要见招拆招，因人而异的打出不同的论证招式，所以它才叫外功招式嘛。这就需要你理解你的论证对象，理解他人。那这一部分呢，对应了影响力心理学和修辞学的学习。当然，既然论证是一套武功，讲完内功心法，讲完外功招式，最终我们还是要落脚到武德之上，论证这套武功也要讲武德。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套论证与说服的功夫的总体规划。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修炼这套功夫的修炼路径，就是先学什么再学什么，这个打怪升级的路径。本课程呢，总体有50节课，我们呢先用一讲讲一讲论证的哲学先务虚从理念上把论证这个活动给搞懂。然后呢，我们就先从外功招式讲起先讲论证的基本结构。一个能够说服别人的论证包含的要件就是主张、前提和推理。然后呢，分别基于这些要件呢，我们讲一讲好的前提、好的主张的标准有哪些。这其中呢，还会牵涉到一些科学哲学的内容帮助大家提高论证的质量。然后呢，我们再讲内功心法，也就是逻辑学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内容这里呢，主要分为2大模块：逻辑学和认知心理学。逻辑学呢，我们就按照演绎论证、归纳论证以及逻辑谬误这3个小模块来讲认知心理学的内容呢，就是要讲一些认知偏误 cognitive bias。 这些认知偏误呢，是导致我们会犯逻辑谬误以及相信虚假事实的心理学根源。然后呢，我们又回到外功招式上去讲述一些影响力和修辞学的内容影响力就是关于如何影响他人去改变想法，这里面呢也牵涉到你和你的论证对象的关系，基于不同的关系做出不同的论证策略。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些我们在语言修辞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最后呢，讲完内功心法，讲完外功招式，最终我们学会了论证这套武功，能拿它出去说服别人，我们也要讲武德。这些武德为我们论道者赋予了身份认同与自我叙事，要求我们论道者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一，论道者是做事人，我们做而论道的目的是为了起身做事，是为了影响他人，改变世界。第二，论道者是共识寻求者，论道者有责任和义务去积极寻求与他者的共识。第三，论道者是交流者，我们论道者既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修炼论证的功夫，我们学会了论证的功夫，也是为了去影响和说服他者，当然也包括说服自己。最终，论证这套武功可能最高的境界就是学会不论证。好，介绍完我们整个课程的规划，希望这套课程能够帮助你学会论证与说服的技艺。其实论证与说服的技艺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它的名字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修辞学当然不是柏拉图所贬低的那种修辞学而是古典的自由记忆，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通识教育。修辞学是古典的自由期义之一，一个自由的公民需要学会修辞学来与他人沟通，影响他人，改变世界。虽然修辞学被古代的哲学家归入了通识教育的范畴之中但这门学问不同于自由期义中的其他，就比如说像哲学或者天文学这样的学问修辞学是有特别实用的用途的，那就是说服他人。欢迎你也加入到论证与说服这套功夫的修炼之中。我是夏栋，各位论道者，我们下一讲再见。
以上是我最新制作的这个付费课程《论证与说服50讲》的这个课程视频啊，现在已经上架售卖了啊。我们把这一讲以及未来可能其他几讲的付费视频免费发出来了。一呢是为了给喜欢白嫖的同学有个大概能有一个5、6、7讲的白嫖机会。二呢是告知想要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开了这门课了，课程链接就在置顶评论或者小黄车里面啊，欢迎你也加入进来一起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技艺。感谢。